如果有一个网红告诉你，只要割下你兄弟的耳朵，你就能拿到10亿韩元，你会如何选择？是兄弟情还是金钱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下午好，各位葱姜蒜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由金武烈、李光洙主演的《无路可逃》。这部剧讲的不是游戏，而是一面照妖镜照进现实。当巨额金钱从天而降，它照出的不是人性的光辉，而是我们每个人心底最不敢面对的贪欲和黑暗。故事的开头是一场让全国穷人为之疯狂的真人游戏。就在2天前，网上流传着一条蒙面人发布的视频，只要完成轮盘指定的任务，就能拿走10亿韩元的天价奖金。而第一个任务就是割下一个叫尹畅才的人的耳朵，但没人相信这个蒙面人的话，只当是个博取流量的网红而已。可穷怕了的老林却信以为真，因为那个叫尹畅才的正是自己的同事长毛。他拿着刀找到了躲在冷库的同事，老林说想借一只耳朵用一下，只要拿到那10个亿的奖金，咱们4、6分账。说完就将手中的刀伸了过去。老林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他动了杀心，而是他居然觉得借一只耳朵是合理的。在他的价值天平上，同事的一只耳朵连带未来的听力、容貌、尊严加在一起都抵不过10亿这个数字。这种理性算计才是人性沦丧的第一步。当一个人开始用价码衡量别人的身体时，他已经不是人了，是个握着刀的会计长毛死死按住他的手，拿起一旁的冻肉抡了过去。经过一番打斗后，长毛暂时逃离冷库，但身后的老林还是紧追不舍。老林对着长毛说，咱们拼死拼活的杀猪宰奶牛也赚不到那么多钱，只需要稍微忍耐一下就能得到10亿韩元。说完就启动切割机的开关，长毛慌乱中摸中一把锤子，一把抡中同事的头。可杀红眼的男人势必要得到那笔巨款。请戴好头盔，系好安全带，让大远开始今天的故事。第2天一早，刑警老白就接到一通报案，沪山医院发生一起案件，一位男子被人割掉了左耳。医生说伤口的切面十分奇怪，正常因为意外伤到耳朵，伤口通常都是撕裂状，但这名患者的切口却十分平整，就像被人用刀割下来的一样，很可能是一起故意伤害案件，所以这才报的警。老白查看了监控录像，一名浑身是血的男人将伤者丢在门口。监控视频放大后才发现，这个男人手上拿着的正是一只耳朵。小朴断定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凶手。老白说，什么人会割下耳朵后又把伤者送进医院，结果却把耳朵带走？这也太荒唐了吧，这玩意儿又不能泡酒喝。根据监控画面，警方查到了那辆车，于是老白根据地址找了上来。可敲了半天的门却没人回应，老白拉了拉门，却发现没有锁，于是悄悄地走进屋子查看。在桌子上他找到了泡在杯子里的耳朵，于是继续查看，想找一下其他线索。结果柜子里滚出来一件行李箱，上面还印有一幅奇怪的符号。他打开箱子一看，里面的东西让他瞬间紧张了起来。就在他准备把箱子放回去时，门外却有了动静。然而男人听到老白自曝身份后，迅速地朝着门外逃去。老白笃定这小子绝对有事儿，在后面一直穷追不舍。可就在2人精疲力尽的时候，男人一个踉跄摔下了楼梯。这一摔直接摔断了脖子。就在老白准备拨打报警电话时，却瞟见电线杆上坏掉的监控，这让他想到刚才发现的那件行李箱，于是将报警电话换成了救援电话。警方赶到了现场，同事询问老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老白说，那个男人一看到我就跑，在追逐的过程中失足摔下楼梯，于是第一时间就联系上了警方。同事没有过多怀疑，毕竟这确实只是一场意外而已。老白开车回家后，特意将车开到监控死角，然后打开后备箱，里面放着正是之前发现的箱子。他打开拉链，里面摆满了崭新的钞票，随意数了一下，正好10亿韩元。这可把老白乐坏了，因为那天前老白亲信朋友把家里的积蓄全部拿出去投资，哪知那小子居然是搞诈骗的，连带着一群投资人和他的钱跑路了。一夜之间，老白血本无归。现在有了这笔钱，就能还上房贷了。与此同时，长毛偷偷从医院溜了出来，打着同事的电话，可始终没人接听。于是前往同事的住所，却发现门口有警察贴的封条。他找了一圈后，确定没有人之后，长毛翻箱倒柜，可却什么也没找到。正好瞟见墙上挂着的货车车钥匙，仔细检查后，依旧没有丝毫发现闪烁的行车记录仪，引起了他的注意。正是将车开到网吧门口，翻找着监控录像，正好看到老白和同事前后追逐。不过没一会儿，老白又折返了回来，手里却多了一个行李箱。随后就看见一大批警察赶来。长毛看见这个男人正在和警察交谈，他笃定就是这个警察拿的那笔钱。
손이 아파. 第二天早上，老白被老婆叫醒， 당신이 또 뭐야? 老白谎称找到了那个骗他们钱的人，并且拿回了本属于他们的钱，现在终于有钱还上房贷了。老白上班时接到小朴来的一通电话，小朴说昨天医院的那个长毛突然在医院消失了，这让老白心里咯噔一下，迅速起身离开了办公室。施暴者昨晚出现了意外，现在被害人也逃跑了。小朴觉得这里面肯定隐瞒了什么事情。老白回复说没必要这么想，或许是长毛没钱付医疗费也不一定，总之这件事情你就不用管了。说完打开后备箱查看，庆幸的是那件箱子还静静地躺在那儿，老白顺便拿了件衣服盖好，生怕被别人发现。然而此时的长毛已经找上了门。一名警察打开显示器，播放一段录像，画面中的轮盘转个不停。当转盘停止时，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出现在画面里。听到尹畅才的名字，老白瞬间想到了昨天医院的那个长毛，还有昨天发现的10亿现金箱子上的图标，和视频里的一模一样。这段视频已经在网上疯传，但还不确定里面到底说的是不是真的。야, 백중식이 현장에 10억 있었어? 예? 너가 현장에 있었다며 빗자루네 집에 돈 있었냐고. 老白谎称并没有发现什么钱，队长说对不行，就去问问那个尹畅才吧，他现在人就在医院呢。老白清了清嗓子，回答道：刚刚医院的人打来电话，那个长毛从医院偷偷跑了。一旁的警员打断了话，这个神秘人今天又上传了新的录像。男人对着屏幕说：有人认为我在说谎，只是为了博取关注而已，所以为了验证这场游戏的真实性，为网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。今天下午5点，他会在呼山的体育场内现场发放10亿韩元。副局长看了看时间，现在已经3点了，还有2个小时。警方调来了一大批警察，迅速包围了整个体育场。老白他们等候着那个神秘人的到来。此时已经有一大批民众赶来围在体育场周边。5、4、3、2、1。然而时间已经到了5点，可周围却什么也没有发生。就在老白他们以为这只是一场恶作剧时，天空中突然出现了3台无人机，径直朝着体育馆飞去。此时外围的民众已几乎疯狂，他们坚信那个面具人说的是真的，于是推开了警方的围栏。随着无人机上的引信点燃，上方的气球炸开，钞票散落在天空，一场撒币狂欢开始了。人们开始朝着体育馆内狂奔，如同丧尸潮一样朝着钞票奔去。现场已然完全失控，任何人都阻挡不了他们对金钱的渴望，开始疯狂的争抢地上散落的钞票，甚至连指挥现场的警察也参与其中，也加入了捡钱的行列当中。此时的蒙面人在监控中注视着这一切。警方将现场参与的人全都带回了警局，不管捡了多少，全都要登记充公。乌泱泱的人占满了整个警局。就在警方焦头烂额的时候，那个神秘人又发布了一条新的视频。这次没有人敢质疑这场游戏的真伪，他开始转动转盘指针，在一个叫金国浩名字上停了下来。蒙面男说，这个人目前还在监狱服刑，预计3天后就会出狱。而他的奖金金额是多少呢？随着转盘再次停下，指针指向了一个天文数字。这次的赏金竟然高达200亿。虽然经过这次撒钱活动，有人已经相信了蒙面男，但这次的奖金金额确实太高了，让人不得不再次产生怀疑。随着转盘的继续转动，这次的游戏任务是神秘人说，只要杀了金国浩，就能得到200亿韩元赏金。不管是什么人用什么方式，如果要是被捕的话，他也会照常支付。但唯一的规则就是绝不能自杀。他要是自杀的话，不仅得不到1分钱，并且下一局游戏的奖金池就是双倍。老白的恐惧不仅仅因为凶手逍遥法外，更因为他猛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这场游戏的一环。他贪下的那10亿，让他和蒙面人一样成了秩序的破坏者。蒙面人真正的目的，从来不是发钱，而是用金钱做饵，撕开文明社会的伪装，让普通人亲手扼杀自己的良知。当200亿的筹码摆上桌面时，所谓的法律和道德在多数人眼中可能真的会薄如蝉翼。这个故事最恐怖之处在于，如果把你放在那个位置，你确定自己不会偷偷在背后推金国浩一把吗？这场游戏没有赢家，因为当金钱开始说话时，人性就已经输了。